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来聊聊波浪理论。有可能这一次下跌是为了下一波上涨到50万美元。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有跟朋友们聊过比特币目前的波浪理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20K 的底部，当时我们来看一下群上面，也就是2023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价格从这个 15K 的底部刚起来，一直预期有可能比特币它会有一个1、2、3、4、5非常大级别的上涨的波浪，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视频在3年之前反正3年之前的时候，当时是一直在提醒可能钻石大底部钻石大底部，包括在2万左右的时候就一直预期未来会有一大波1、2、3、4、5，它价格会创历史新高。反正2年之前在这些位置买的话，也是如期嘛，这个6万9的高点也是涨到这一波10万美金。但是最近的比特币它这个位置目前的波浪是有一点乱那我们把这一个2年之前或者是3年之前画的这个波浪给它关掉。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一直有预期有可能从这个位置开始，比特币这边是1浪、2浪，然后这个位置会不会是3浪、4浪、5浪，但是后面这边又穿了一个头，确实就是比特币的这个上升趋势它是被跌破了。那跌破的话，这个位置就是进入熊市吗？还是有一种浪形？我是在估计，那如果坏一点的情况，这边是不是在走一个 ABC？ 它这一个 ABC 有可能是不是一个奔走型的整理？这种是一个数浪的方法。不过还有一个数浪的方法，有可能浪形要改就是从这个位置上去1浪、2浪，然后到这边有可能是3浪，这边有可能是4浪，然后这边如果是5浪结束，那这个位置是不是走一个 ABC 的盘整？在这个低点是否代表调整结束？说真的，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们该买的仓位2年之前买的话，反正我是无所谓。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种波浪，也就是目前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它其实在大级别的3浪？因为我们看一下，如果2年之前判断的这边有可能会走一个1、2、3、4、5，那这个是不是代表2浪的 ABC 调整已经结束？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它只是上升3浪里面的1浪，然后这个位置可能是在2浪的调整，不排除后面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大级别的大3浪的3浪里面的上涨，或者是3浪里面的2浪目前是在调整。但是那一些看空比特币或者是2万、3万、5万比特币没有买到的那些空头，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位置比特币不一定是进入熊市因为我们看一下，那熊市2年之前，反正历史的经验，它在熊市里面这种大级别的下跌，总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ABC 的下跌，以及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级别的 ABC 的下跌，而且我们看一下 ABC 的下跌最终的底部，2019年的这一个3000美金的底部，它是黄金比例，就是15年的这一个底部涨到2万美金左右的这个顶部，然后它底部回撤的位置是踩在这个 0.38， 以及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当时这个位置的底部，它从14年的高点或者是回调的整个 ABC 也是可以看一下，就是2012年起来的牛市到这个顶部的位置，后面下跌的低点是没有来到这个 0.38。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当时的熊市，为什么从这一个6万9的顶部它后面回调的话就是19年到 69K 的这整波牛市回撤的 0.38， 在2022年的这一波熊市里面 ABC 是下跌把这个低点都给跌破，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美联储一直在加息，所以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或者是后面遇到那个黑天鹅事件，当时在底部的位置就估计跟朋友判断有什么利空的消息，有可能全部都是主力在骗散户的筹码。
但是现在我的观点是环境是不同啊，美国目前是在降息的周期，那如果认为是熊市的朋友，你认为就是这个12万是它顶部的高点，那你去看一下这个 0.38 的位置，57000、56000左右，你认为价格会跌到这个位置吗？当然这个市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不过我的观点是机构的很多成本都是在5万、6万甚至7、8万的都有，特别是这一波牛市，现在美国是名牌支持这一个比特币，所以你觉得比特币真的会再跌到就是这个区间，包括当时 ETF 上市的这个位置也是在5万附近，所以我个人是偏向比特币牛市应该是还在的，这一波如果真的有在下跌，也不确定到底会不会跌破这个低点，如果不跌破那也没有可能，或者是跌破的话后面启动下一步，反正没有50万美金我是不会卖比特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Top 100钱包地址最近的动向，我们再来跟踪一下，也就是第12名的这一只巨鲸。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价格跌到1万6，发现了这一只鲸鱼，不光是这一只哦，反正好几只巨鲸。那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就是最近它7天每天都在买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点击进去跟踪一下，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这条蓝色的线，它第一次买入了2万枚的比特币，后面比特币盘整到2万5，盘整到2万5灰色的线，然后这一只巨鲸蓝色的线，它是把比特币的仓位增加到4万枚的比特币，但是比特币在10万美金已经快1年到2年了，这一个巨鲸没有什么动作，最近开始它的仓位是一直在增加。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0.38， 也就是这一波牛市 15K 到这个 30K 左右，后面回撤到这个 0.38，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的位置，也就是美国 ETF 上市，后面下跌到这个低点，也是回撤到 0.38。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比特币，其实有好几次回撤都是在 0.38 的位置。那如果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短期是有一点跌破，你尽量去观察吧，周线收盘的时候不要跌破这个 0.38。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链上的数据今天不聊啊，我们来聊一下，也就是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一条红色的20天的均线，我们散户的生命线，现在价格是不太好，它是在这条线下方，趋势短期的趋势目前是向下，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前面几波，比如说比特币也是在这个9万8附近，但是低点更低，价格是在20MA 下方，然后你去看一下下方的指标有背离的时候，后面最终价格也是涨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比特币这个低点，它比这个低点低，虽然价格是在20MA 下方，那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背离的位置，你就不应该或者是过于去看空，有可能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是在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这个下灯芯，如果我们只看它收盘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低点跌破前面低点的时候，其实下面的这个 MACD 指标也是有背离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狗狗币也是在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短期我们尽量观察吧，也就是这个箱体的阻力，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在盘整，或者是后面如果能突破这一个阻力位，可能后面行情就来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